1000颗天珠，这样的价格绝对是今晚压轴拍卖台上所卖出的最低价宝贝。但是就是这样的低价，在许多人来看却是根本不值，所以自然不会有人与楚风来抢这岩浆之子。就这样，在楚风眼中的无价之宝就被他以1000颗天珠的价格轻易买到手中。而在外人眼里，楚风更是个傻子，甚至觉得楚风有病。但却没人知道楚风此刻那兴奋的心情。多谢长老！拍卖会结束之后，楚风总算以1000颗天珠将岩浆之子这个来自地底深处的奇物拿在了手中。看着手中那流动着强横力量火红色的婴儿娃娃，楚风的内心真可谓是激动不已。当握在手中之后，他越发的相信这岩浆之子能够让他修为长进，突破绝对没问题。毕竟当初在地藏，他体内就已经积蓄了很多的天力。其实他们说的没错，岩浆之子乃是不祥之物，你真的要收藏它吗？看到楚风那喜悦的模样，这位拍卖长老似是良心发现一般，竟提醒起楚风：放心吧，长老，我自然知道岩浆之子之事，所以我买它绝不是收藏。如果您非要问我想做什么，也可以理解为我准备将它彻底摧毁吧。楚风笑着说道：你是一名戒灵师。听得此话，长老眼中闪现过一抹诧异，再次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不免多了分意外之色。岩浆之子蕴含的力量非常恐怖，除非武王强者，否则没有谁能真正的将他们摧毁。摧毁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戒灵师建造一座封印阵，将其封印。说是摧毁，但实际上还是封印而已。所以这位长老才觉得楚风是一名戒灵师，否则的话，以楚风的修为，根本不可能具备摧毁这岩浆之子的手段。而戒灵师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优越的职业，在同等修为之下，总会高人一等，让人对其多一分尊重。晚辈的确是一名戒灵师。楚风笑了笑，但碍于苏柔等人都在等他，再加上此刻等待兑换物品的人还有很多，所以楚风只是简单的与这位长老客套几句后，便转身离去。这个小家伙总感觉哪里不对，以这个年龄看到岩浆之子，应该是又恐又惧才对。可他却很是兴奋，他真的知道这岩浆之子的事情吗？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拍卖长老喃喃自语：有人买吗？可就在楚风离开不久，一道嘶哑的老者声音突然在这位长老的身后响起。回头一看，这位拍卖长老本平静的面容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赶忙屈身施礼，恭敬的道：拜见太寇大人。原来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乃是一位年迈的老者。这位老者虽然满面皱纹，但却满头黑发，穿着四海书院导师的服装，但却极限邋遢。最主要的是，他手拄拐杖，竟然只有一条腿。拜见太寇大人。而这一刻，四海书院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亦或是导师，竟然全部施以大礼，脸上涌现出了又惧又怕的神情。因为这位可绝对是四海书院的1号人物，他便是天字10导之首，只凭一只手便可轻易将其他9位导师击败的天字导师第一人。太寇，我问你卖出去了吗？太寇导师神情冷漠，眼角的那道疤痕更显凶恶，看得那位拍卖长老惶恐不已，内心不安，所以他不敢怠慢，赶忙回道：回大人，已经卖出去了。听得此话，那太寇冷漠的神情顿时微微一变，随后问道：真的有人以1000颗天珠的价钱买走我那岩浆之子？回大人，是的。是何人买的？是他，一个叫做楚风的少年。拍卖长老赶忙将拍卖的账单记录翻阅开来，递给了太寇。竟然不是我四海书院的弟子，也没有申请拜入我四海书院。看着楚风的资料，太寇眼前一亮。是啊，这个少年与众不同，总感觉有些特殊。拍卖长老说道：哈哈，有趣，这个楚风倒是有点意思。而这一刻，令人意外的是，那一向冷漠的太寇脸上竟然洋溢起了笑容，随后挥一挥衣袖，便飘然而去。直到他离开后，在场的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太寇的地位实在太高，实力也很可怕。他是四海书院一个异类，除了院长和几位当家长老外，没有一个人不怕他。而对于拍卖场的一幕，楚风等人可不知晓。经过传送阵的力量，他们已然来到了于鹤的领地。于鹤的领地在四海书院的弟子之中，绝对算是很小的，但是一眼望去，却也有着小山和小湖，风景还算不错。尤其是那排排建筑，竟然全部都属于于鹤一人。由此可见，这四海书院的弟子待遇还真是不错。为了欢迎楚风等人，于鹤还特意准备了一座丰盛的晚宴。楚风等人在这夜色之下把酒言欢。今天的月亮好圆，好大好漂亮啊！苏美平时滴酒不沾，但是今日却非要喝酒，不胜酒力的她，甜美的小脸之上如同红苹果一般，说话的声音也是嗲嗲的，非常的诱人。小美，你不能喝酒，就不要喝这么多，喝多了会很难过的。苏柔在一旁劝道：姐姐，你还说我，你不也在喝酒吗？难道你比我能喝？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喝酒哟。苏美满口酒气，笑嘻嘻地说道。苏柔被苏美问得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你们两个都少喝点，平时不见你们喝酒，今天是怎么了？楚风在一旁笑着劝道。然而楚风此话一出，却换来了苏柔与苏美两姐妹的大白眼，搞得楚风满头雾水，颇显尴尬。喝点酒也无妨，今天可是每年一次的月亮节，很难得的日子。见楚风有些尴尬，于鹤赶忙开口解围：月亮节，这是什么节日？苏美眨着迷离的大眼睛，好奇地问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今晚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圆，格外的明亮？于鹤微微一笑，不答反问道：今晚的月亮好漂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月亮。苏美抿着小嘴，点头应道：这月亮平时可不会这么漂亮，每年只有一次。对于这一现象，有很多种解释，不过在东方海域广为流传的却是一个传说。于鹤说道：传说？什么传说啊？
于鹤师兄，你快说。苏美好奇地追问道。相传在远古时期，天上只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满天的繁星，所以白天是阳光璀璨的白昼，但到了夜晚，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在远古时期，有一对恋人，都是修武者，他们从小青梅竹马，无话不谈，感情非常深厚。男子更是天赋异禀，是难得的修武奇才，修武的境界不断被其突破，一路猛进。但是奈何女子却资质平平，渐渐的被男子甩出很远。不过二人的感情却没有因为修为的差距而变淡，反而越来越深，羡煞旁人。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失，男子和女子的年龄皆是越来越大。虽然凭借特殊的药物，女子可以始终保持年轻时的美貌，但是她的寿限却也渐渐来到。男子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开始疯狂的思考挽救女子的方法，因为他不在乎女子的容颜，但却绝对不能失去她。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强大到他能够赋予女子更长的寿命。而在男子的努力下，终于踏入了一个非常利奥德的地步，只差一步便能踏入前所未有的境界，那是一个将惊天动地的境界。为了成功走出这一步，他便闭关苦修。当他出关之时，天地皆动，已然获得了主宰天地的力量，世间无人可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但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这一闭关竟然就是数百年之久。他的爱人早已不在，只剩下森森白骨。男子心灰意冷，他掌握了主宰天地的力量，成为众生眼中的至尊，但是奈何他却无法救活他最心爱之人。男子哭了足足一整天，直到夜晚降临之际，他看着那漆黑一片的天地，才想起了爱人之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不喜欢夜晚，因为若是没有火焰，都无法看清他的脸。他说若是夜晚也有太阳该多好，那样就能无时无刻都看到他的容颜。男子实在太爱女子，爱到女子不在，他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哪怕他拥有数不清的寿限，能得到天下众生的尊崇，但对他来说却都不及女子的陪伴。反正早已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反正已然决定陪着女子死去，他便决定在自己死之前完成女子的一个心愿，同时成全天下的有情之人。他决定要让夜晚也有光芒，所以他以燃烧自己的身躯为代价，收取天地奇物，布置滔天大阵，凝聚于9天之上，最终造出了一物。这物会在夜晚出现，照亮大地，并且男子在此物成型之时，用最后一口气为其命名，那便是月亮。而月亮便是男子爱人的名字，是因为月亮才给了夜晚光芒，所以为了纪念月亮，人们把月亮诞生的这一日命名为月亮节，而今日便是月亮节。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却广为流传，并且月亮还被这个传说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要珍惜眼前人。于鹤详细的讲述道：扯淡，月亮是何物？那可是天地间的唯一，修武者就算再强，也不可能强大到化身为月亮，这也只是一个传说，怎么可能是真的？这一刻，江无伤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是扯淡。没错，月亮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类所化？实在太扯了！来，喝酒喝酒！张天翼也是不屑地说道：珍惜眼前人吗？然而这在男人眼中如同笑话一般的传说故事，却勾起了女孩子特殊的心思。苏柔和苏美两姐妹都不由得将那含情脉脉的目光看向了正与江无伤、张天翼一饮而尽的楚风。没人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酒宴之后，楚风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拿出了那岩浆之子，想要将其炼化。毕竟他如今身负重任，越早提升实力越好。可是楚风刚准备将岩浆之子取出，他的房门便被人敲响了。通过精神力，楚风能够分辨那来者乃是苏美。小美，才刚刚分开，你就想我了吗？楚风打开房门，发现苏美果然正站在门口，不由得贫嘴起来。是啊，人家想你了。然而令楚风意外的是，往往在他贫嘴之时，都会打击于他的苏美，此刻不但没有打击于他，反而娇躯一纵，直接扑入了楚风的怀中。这还不算什么，苏美进入房间后便关上了房门，竟然抱着楚风，将楚风向屋内推，一把将楚风推倒在了床上。小美，你……对于这与平时大相径庭、一反常态的苏美，楚风有些不知所措。苏美虽然平时活泼开朗，与楚风举止亲密，但却也有个分寸，比如男女之时或者夜晚同床，那都是禁止的行为。而今日此举可算是触犯了他的禁忌，人家今晚想和你一起睡。苏美缓缓地爬过楚风的身体，将那绝美的小脸再度对在了楚风的面前，以一种甜美而温柔而细腻的声音对楚风说道。这一刻，楚风狠狠地倒吞了一大口口水，因为眼前的苏美实在太迷人了。那颤的睫毛之下，一双如核桃般的大眼睛散发着迷离的目光，甜美的小脸之上也是弥漫着一层红晕，甚是迷人。尤其是楚风目光下移，扫至胸口之际，竟看到了半片雪白。那本坚挺而柔软的两个球体压在自己的胸口，早已变成椭圆，但自中间来看，还是能够看到一个 V 字形的深沟，规模不容小觑，简直深不见底。这一刻，楚风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道：小美长大了，以前就不小，现在更大了，简直和她姐姐有的一拼。楚风是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了反应，附下一根擎天柱，早已自然挺起，霸气非凡。起初楚风还觉得有些尴尬，毕竟苏美就压在自己的身上，对于他的变化定然能够清晰感应。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苏美真的如同变了一个人般，明明有所察觉，却没有闪躲，不但任由楚风盯着自己，反而脸颊略带一抹羞涩，张开那粉嫩的红唇，向楚风吻了下来。小美，你这是怎么了？对于苏美的主动相吻，楚风却下意识地躲开了，因为他答应过苏柔，在大婚之前不能对苏美做男女之事。但是眼下苏美情况明显不对，这样下去
他定会失控，那个时候可就要犯错误了。他不想做答应过苏柔不去做的事情。我没怎么呀，我只是喜欢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我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只给你。苏美说话之间，竟然坐起身来，宽衣解带，在楚风的面前将那粉红色的长裙脱了下来。这一刻，楚风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双眼瞪得溜圆，险些没将2行鼻血喷洒出来。因为此时此刻呈现在他面前的，绝对的是一道完美的身躯，那白而细腻的肌肤，那前凸后翘的弧度，再加上苏美那独有的甜美脸蛋，和此刻因酒力而产生的迷离眼神，简直是个男人都无法抗拒。楚风，我不只是喜欢你，我爱你，我甘愿为你付出一切，我甘愿把所有都给你，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不能失去你，我是你的，只是你的，什么都可以给你。突然，苏美再度扑倒在了怀中，楚风下意识的便将其抱住，只不过再度触碰苏美之时，那手感已是完全不同，没有了衣物的阻隔，楚风的手掌真切地摸在了苏美的肌肤之上，那光滑而温暖又富有弹性的手感，简直如同星星之火一般，让楚风心中的欲火彻底燃烧开来，充斥了全身。楚风身子一转，便将身上的苏美压在身下，大嘴一张，开始在苏美的娇躯之上疯狂的吸吮，简直恨不得将苏美整个人都含在口中。与此同时，他的双手也是毫无顾忌地游走起来，在苏美那完美的身躯上又揉又抓，甚是野蛮。面对此般粗暴的楚风，苏美不知是疼是痛，忍不住轻哼一声，但是苏美这般娇嫩嫩的声音却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使得楚风越加疯狂，4下5除2的便脱去了自己的衣衫，准备对身下的尤物回以周公之礼。楚风，你在做什么？可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声音却突然在楚风的身后响起，这使得楚风与苏美皆是大惊，顺身观望，二人更是不由面色大变，因为此刻的苏柔竟然已经出现在了屋内。他站在床外10米处，以一种又惊又恐的神情看着此刻的楚风与苏美。这一刻，楚风与苏美就如同做了什么坏事一般，赶忙慌乱地穿起各自的衣服。而这一期间，苏柔就这样站在床前。楚风，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待得苏美将长裙穿好之后，苏柔以一种极其严厉的口气质问道：“姐姐，不管楚风的事，是我。”还不待楚风开口，苏美便抢先解释：“小美，你走吧，回你自己的房间去，我有话与楚风单独说。”可还不待苏美讲话说完，苏柔便示意苏美离开，看了眼自己的姐姐，又看了眼楚风。苏美咬了咬牙，抿了抿嘴，最终还是带着羞愧的神情离开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是小美那个丫头来找的你，我是她姐姐，难道我会不了解她吗？她爱你，非常爱你，她想让你知道她有多爱你，所以她想在你离开之前把自己全部交给你。楚风，我知道你对小美和我都是真心的，但是请你谅解我，我还是希望你们2个能够在大婚之后再做这种事，毕竟有着一份期待，总比没了任何期待要好。楚风本想说些什么，可是苏柔却一副什么都懂的模样，并且他说话之间竟走到了楚风的身前，做出了让楚风吃惊不已的举动。他竟然当着楚风的面，慢慢的解开了自己的裙带，褪去了那长裙。这一刻，苏柔竟将自己那成熟丰满、火辣而白皙的娇躯完整的呈现在了楚风的面前，并且主动的扑入了楚风的怀中。小柔，你这是……楚风有些懵了，他明白苏柔的话，但却不明白苏柔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做。因为在他来看，尽管苏柔早已被他占有，但是对于男女之事，苏柔还是有些抗拒。楚风，小美爱你，我也同样爱你。小美什么都能给你，我也同样什么都能给你。楚风，请原谅我，原谅我这样固执，只是我只有小美这一个妹妹，我希望你爱她能胜过爱我，你就再多等待一下吧。小美早晚是你的，我们姐妹都是你的，在此之前，她不能与你做的，就让我代她与你做吧。苏柔那温柔的语调不断在楚风耳边萦绕，而那纤细的双手竟然褪去了楚风那刚刚穿好的衣衫，开始轻轻地划过楚风那热血澎湃的身躯。这种情况下，是个男人都无法继续忍耐，何况楚风是一个早就难耐、真真正正的纯爷们，所以他那刚刚受到控制的再度大发，不顾一切的将苏柔压在了身下。只不过这一次，楚风吸取了教训，在行事之前，他布置了一道强横的结界，封锁了整间屋子，避免有人再来打搅他的好事。于是，在这明亮的圆月之下，春意盎然的房间，一刚一柔2道身躯交织在了一处，上演一副羡煞旁人的美图。次日清晨，当楚风醒来之时，发现苏柔已经不在，但那枕边残留的体香却让他知道苏柔的确陪了他一晚。当他走出房间，再度见到苏柔与苏美之时，发现这2个姐妹正手挽着手，笑着交谈，那和谐的模样就如同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让楚风心中的那份担心不由得烟消云散，再一次感受到了这2姐妹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似乎没有什么事能让她们闹矛盾一般。怎么样，昨晚睡得还舒服吗？当苏美看到楚风后，便背着小手走到楚风身前，凑在其耳边俏皮地问道：“你这丫头。”楚风心中有鬼，略显尴尬，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苏柔，却发现苏柔只是红唇上翘，嫣然一笑，便将头转了过去，不再理会楚风。这一刻，楚风无奈至极，本以为苏柔将昨晚的事情告诉了苏美，苏美知道了自己与苏柔昨晚做过的事。可是当苏美红唇一动，将一道传音映入楚风耳中后，楚风却知瞬间无语了。下次找个隐秘的地方，我再把自己交给你，不过必须小心，不能再被姐姐发现了，不然她肯定不会原谅我了。就这样，在月亮节这一特殊的日子，楚风未能与苏美圆房，但却再度与苏柔同床。虽然这个过程让楚风觉得有点无语，但是他却再度深刻的体会到这对姐妹有多爱自己。她们之所以会这样，
那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自己。毕竟今日之后，楚风就要离开这四海书院，踏上一段吉凶难料的旅程。这一日也是四海书院弟子考核的最后一日。之前通过考核的弟子已经分别有了自己的导师，正式拜入了四海书院之中。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苏柔与苏美两姐妹。这两个丫头的导师可是天字号导师，可谓是羡煞旁人。不过除了苏柔与苏美外，还有很多人被人羡慕，那便是张天翼、江无伤等人。他们早已获得拜入四海书院的资格，并且也得到了拜入天字号导师门下的机会。这个机会如今就把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究竟能否成功拜入天字号导师的门下，从此平步青云，还要看他们自身的本事。这争夺拜入天字号导师门下之人，都是年轻一代，实力都是不弱，皆是天才之流。但是对楚风来看，却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因为这次的年轻一代，实力最强的也不过是天武六重，而楚风若是运用雷霆之力的话，修为也可踏入天武六重。同层次下，又有谁是楚风的对手？至少至今为止，只有紫菱一人。事实上，不只是楚风，就算对于江无伤和张天翼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他二人不但一路过关斩将，把所有对手一一击败，最终更是获得了拜入天字号导师门下，成为万众瞩目的天才弟子。在过程之中，他二人更是凭借天武三重的修为，分别将申屠江和申屠海两位天武四重的狠狠地暴揍了一顿。这两场战斗可谓是今日众多比斗之中最令人赞叹的几场之一。看着苏柔、苏美、张天翼、江无伤在无数人那羡慕与赞赏的目光下，分别拜入了天字号导师门下，成为了四方海域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弟子。楚风也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这至少说明了一点，他们不止在九州大陆是天才，哪怕是在这东方海域，也同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在江无伤与张天翼成功拜入了天字号导师门下后，楚风便决定在当日离开，因为这一日，所有未能拜入四海书院的人都必须离开四海书院。只不过在离开之时，楚风拒绝了张天翼、江无伤、苏柔和苏美来送他，因为不想搞得那么伤感，他还想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踏上接下来的征程。而刚刚来到传送阵前，楚风便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那竟是申屠江与申屠海。此刻的二人拜张天翼与江无伤所赐，早已是鼻青脸肿，走在人群之中，引起阵阵窃窃私语，极为难堪。看着二人嘴唇微动，但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楚风便知道二人一定是在暗中传音。于是楚风将精神力扩散而出，以强大的精神力捕捉二人的声线，以此将二人的传音全部收入耳中。真是该死，竟然败给了那两个天武三重的家伙，这次可真是丢人丢大了。要是申屠浪大哥在，定然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两个。这还用说，若是申屠浪大哥在，定然可以成为今年新生弟子最受瞩目的焦点，岂能轮得到他们几个出风头？可是申屠浪大哥为何迟迟不来？不是说好他也拜入四海书院的吗？他这究竟是搞什么鬼啊？谁知道呢？不过我想申屠浪大哥一定有他的打算吧。申屠江与申屠海果然因为比斗失败而怨声载道，不过从他二人的对话中，楚风也是确定他们与那申屠浪果然是一伙的。这是谁啊？申屠江和申屠海吧？怎么回事？怎么一天不见就变猪头了？我知道了，今天切磋被人揍了，是不是？让谁揍的？不会是张天翼和江无伤吧？真丢人啊！你们昨天晚上还放大话说要揍扁张天翼和江无伤，怎么今天真正动手了，就被人打成这副模样啊？你们行不行啊？原来只会吹牛皮呀！窃听到二人传音后，楚风故意走到二人身前，大声的讽刺起来，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听见。本就憋了一肚子怒火的二人，竟被楚风当中讽刺，申屠江和申屠海脸色顿时就变得铁青，气得根根青筋都冒了出来。不过他二人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冷哼一声便转身离去，因为他们的确是败了，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他们辩解或者继续放狠话，只会换来人们更多的取笑，所以他们只能隐忍。别走啊，再聊几句。怎么了？说你们两句都受不了，不知道什么叫做忠言逆耳吗？废物！我要是你们，早就找个墙缝钻进去了。什么狗屁申屠皇族，原来是专门培养废物的地方。虽见二人转身，但楚风却不依不饶，骂得极其大声，直到二人消失在视线之内。楚风这才微微一笑，似是一种阴谋已然得逞。随后楚风便依靠传送阵离开了四海书院，只不过楚风却发现两道身影却也是偷偷的尾随而来。至于这二人是谁，楚风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定然是申屠江与申屠海。他二人本就对楚风不爽，刚刚楚风又那般侮辱他们，他们怎能真的忍受？此次尾随而来，自然是想要对付楚风，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之前的侮辱不过是楚风设的一个圈套。他们自以为能狠狠地教训一下楚风，却不知道已经被楚风引上了一条丧命之路。四海书院境内禁止随意打斗，更不允许随意杀人，所以申屠江与申屠海想对付楚风，就必须尾随楚风，直到楚风离开四海书院的境内之后，再对楚风动手。而楚风却远没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对付。在离开四海书院境内之后，楚风便施展出了龙游九天这一身法武技，以来赶路。龙游九天的速度虽不及青龙疾行术，但也非常之快，这使得申屠江与申屠海两兄弟使出浑身解数，却根本无法追赶上楚风。虽然二人追赶不上楚风，但是也不会被楚风甩开，属于同等速度下的前行。起初二人还以为是楚风发现了他们，但发现楚风一直不慌不忙，并且一边赶路还一边唱歌，那悠闲的模样哪里像是如临大敌。所以申屠江与申屠海两兄弟便断定楚风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楚风赶路的方式太变态了，不但速度奇快，这赶起路来竟然不眠不休，不吃不食，一走就是几天。但是对楚风等人恨之入骨，
如今却只能杀楚风来解气的申屠江与申屠海，自然不愿轻易放弃，所以他们便一路跟随而下，直到进入豪华客栈的区域后，才发现楚风的踪迹竟然已然消失。可恶，那个小子去哪了？怎么突然就不见了？申屠江在豪华客栈的上空四下观望，却看不见楚风的身影，不由慌了起来，因为他越发的觉得他们兄弟俩可能是被楚风耍了。这里好熟悉，这里不是咱们初到东方海域之时休息的那间客栈吗？申屠海仔细观察下方那的城池后，突然变得吃惊起来，还真是，那时明明还人来人往，繁荣的很，现在怎么被摧毁成这般样子？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听得申屠海这样一说，申屠江也发现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当初休息过的客栈。可就在他们吃惊之时，在客栈的中心突然传来阵阵奇怪的声音，那边有声音，快过去看看。听得这个声音，申屠江与申屠海神情一变，还以为是发现了楚风，急忙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这是什么？可是当二人飞掠而来，看清那声音传来的物体后，却是赶忙捂住嘴鼻，险些没有吐出来，因为在他们的下方是一个滚滚翻腾的粪池，那粪池此刻不断冒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与此同时，一股令人作恶的臭气也是弥漫这方天地。可是突然之间，那粪池之中竟然传来一声巨响。与此同时，粪池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而起。看到向自己冲击而来的黄色物体，申屠江与申屠海脸都吓绿了，赶忙运转最强横的身法武技，躲到了一旁，这才避免被那大粪沾染。哈哈，我终于出来了！可就在二人庆幸躲过一劫之际，一道狂喜的声音突然在那满是大粪的天空响起。顺声望去，申屠江与申屠海顿时目瞪口呆，赶忙揉搓了一下自己的双眼，因为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因为此时此刻站在天空疯狂大笑的人，他们都认识，乃是申屠皇族的第一天才申屠浪。申屠浪大哥，真的是你！带着那不可思议的情绪，申屠江与申屠海一同呼喊道：“小江、小海，你们怎么在这里？”见到申屠江与申屠海，申屠浪也是面容一变，感到很是意外。大哥，应该是我们问你才对吧？你怎么没有去参加四海书院的考核，又怎么会在那里？申屠江指着下方的粪池反问道。此事说来话长，我可真他娘的是倒了血霉了。见申屠江问起，申屠浪倒也并未隐瞒，而是大概的将事情的经过对二人讲述了一遍。竟有这种事，而得知申屠浪原来是被一个比他年龄还小的人给封印在了粪池之中后，申屠江与申屠海更是大吃一惊，感觉如此的难以置信。毕竟申屠浪的实力他们是了解的，申屠皇族数百年来的第一天才，这可绝非浪得虚名。他们甚至觉得申屠浪若是参加今年四海书院的考核的话，会成为最受瞩目的一个，就算他们这一届的第一人也说不定。而如今竟然有人的实力远在申屠浪之上，这叫他们如何能不吃惊？对了，小江、小海，这个时间四海书院的考核应该结束了吧？你们不在四海书院好好待着，怎么会来到这里？申屠浪好奇地问道。别提了，我们本是来追一个混账小子的，可谁曾想追到这里，他却不见了。申屠江满脸愤怒地说道。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和申屠海可能是被楚风给耍了。小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告诉于我！见二人如此愤怒，申屠浪意识到自己的两个兄弟可能是受了委屈，而申屠江和申屠海也没隐瞒，大概的将事情的经过对申屠浪讲述了一遍。真是岂有此理，竟然有人敢这般欺负我的兄弟！果不其然，得知此事之后，申屠浪也是怒火冲天气的咬牙切齿，随后拍着胸脯保证道：“小江、小海，你们放心，按你们所说，他应该没有跑远，我现在就帮你们搜索于他。以我的实力，他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太好了，大哥，你若是出手，别说是他，就算是四海书院的那几个，也要倒大霉。”这一刻，申屠江与申屠海如同找到了主心骨，脸上满是兴奋与激动之色。不用找了，我在这呢。可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突然在天空响起，紧随其后一声惊天动地龙吼也是猛然传来。这一刻，只见天空之上狂风四起，风云舞动，一条青色巨龙夹带着强大的威势出现在了天际，而在那青龙巨大的龙头之上，还站着一道身影。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大哥，就是他当着众人之面侮辱我二人，你今天可要替我们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混账小子！见到楚风，申屠江与申屠海狂喜不已。可是当他们将目光看向申屠浪，期待申屠浪出手好好折磨一番楚风之际，却是不由面容大变，以一种极其紧张的声调一同惊呼道：“大哥，你这怎么了？”此刻的申屠浪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骄狂，脸上布满了惊骇之色。他瑟瑟发抖地举起自己的手，指向了那天空之上脚踏青龙的楚风，对申屠江与申屠海问道：“你们两个要追的人，不会是他吧？”“对啊，大哥，就是他。有什么问题吗？”申屠江与申屠海也不是傻子，看到申屠浪这个模样，也是意识到了一些情况。该死，那个将我封印在此处的就是他，你们和我说的是同一拨人。申屠浪以一种又恨又怨，但却又毫无办法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什么？将你击败的人就是他？这怎么可能？他只是天武三重啊！听到申屠浪的话后，申屠江与申屠海也是面容大变，不由得再度看向了楚风，仔仔细细的打量起来。虽然此刻楚风的气势的确不凡，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楚风根本不可能击败申屠浪才对。没时间和你们解释，快走，我替你们挡住他，不要回头，赶快给我滚，跑得越远越好！申屠浪突然大吼一声，与此同时，自己的双手分别抓住了申屠江与申屠海的肩膀，只见其双臂猛然挥动，一股拔山之力便随之而起。申屠江与申屠海两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
射向了远处的天空。小子，你竟将我关在粪池之中，强行以粪便来替我续命，此等侮辱，我从未受过。就算不是你的对手，我今日也要和你拼个鱼死网破。此刻的申屠浪与以往完全不同，他目光如炬，杀意纵横，抱着必死决心的他，此刻没有丝毫恐惧之意，有的只是拖住楚风的打算。终于，他脚步猛然一踏，一股磅礴的气息便自大地炸响，冲向了云霄，直奔楚风而来。天无五重的气息全部爆发而出，汹涌而来，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在扭曲转动，声势相当不弱。但是在楚风看来，申屠浪再怎么样，却始终不是他的对手，在他的面前如蝼蚁，他举手投足都可击毙，所以他嘴角只是掀起一抹轻笑：“你对你兄弟倒是有情有义，看在这点之上，我放过你申屠皇族，但你们兄弟3人必死，这是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应当付出的代价。”话音落下，楚风眼中雷芒涌动，那体内的天力也是开始急速变化，气息在瞬息之间急速攀升，4重、5重、6重，只是顷刻之间，楚风的气息便从天武3重踏入了天武6重。气息调整完毕之后，楚风也不再多说废话，而是五指微微张开，手臂微微端平，很是轻松随意，对着那迎面来的申屠浪便是一掌。一掌出，惊天地，气势浓，强如龙。只是这简简单单的一掌，楚风便打出了远超过申屠浪数倍的威势。这一刻，空中作响，风云变幻，这片天地都是一阵抖动，如同陷入了混沌一片。看着那滚滚而来的天力，申屠浪也是面容大变。虽然先前还气势如虹，将生死抛之脑后，但是当他真正的看到楚风的强大，真正的面临生死之际，他还惧了，同时也怕了。可是这一次，楚风真的没有给他活下去的机会，所以只见那滚滚天力划空而过，所过之处，一切皆是化成粉碎。至于那申屠浪也是如此，只是扑哧的那么一声，他这位申屠皇族的第一天才，天无五重的修武高手，便在那天力之中化为血水，连到神识都未能剩下。这家伙还是人，他怎么这么可怕？这简直就是魔鬼！远处的天际站立着2人，正是申屠江与申屠海。原来他们2个没走，因为他们不相信楚风能够将申屠浪击杀。可是这一刻，他们相信了。原来他们最没放在眼中的楚风，却是那5人之中最恐怖的一个。这一刻，他们是真的怕了。亲眼目睹楚风杀人的他们，实在无法做到不怕。可就在这时，那站在远处天际的楚风，却是脑袋一转，将那冷漠的目光投向了申屠江与申屠海2人。糟了，他看到我们了！快走，快走！与楚风的目光相对，2人顿时内心一颤，双腿一软，仿佛连血液都被冰冻了一般。那种恐惧吓得他们在半空之上连滚带爬，险些没摔落而下，折腾了好一会才稳定住身体。可就在他们准备施展身法武技，全力逃脱之际，只见一阵狂风自身后一闪而过，一只庞然大物已是出现在了他们身前。那庞然大物绿鳞泛光，云雾缭绕，正是巨大的青龙。而在青龙的头上，楚风正冷漠地看着2人，虽没有浓烈的杀意，但那种冰冷的目光却也同样的骇人。楚风大哥，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该对你不敬，求您给我一个机会吧。申屠江二话不说，跪空求饶。而那申屠海更狠，不但跪在半空之上，更是先狠狠地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苦逼开口：“楚风大爷，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是我不该找你的麻烦，是我不该说你和你朋友的坏话。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就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求求您放我一条生路。”看着这样的2人，楚风却没有丝毫的情绪变化，因为当他想杀一个人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动摇。所以楚风只说了一句：“你们还不如那申屠浪。”话音落下，意念转动，楚风没有动用天力，而是动用了结界之力。蓝色的结界化成牢笼，自4面8方将2人困入其中，随后急速收缩。只听2声，2人便被硬生生的碾压成粉碎，彻底毙命。以雷霆手段击杀2人，楚风手掌微微摊开，却见2道微光如倒射的流星一般，自2人死去的方向飞入了楚风的掌心。细看，原来这是2个乾坤袋，而这2个乾坤袋自然就是申屠江与申屠海的遗物。只不过乾坤袋刚刚入手，楚风却手掌一翻，将乾坤袋丢入了怀中，随后将那无比凝重的目光投向了身后，说道：“是谁？好敏感的精神力，竟然连我靠近之后都会被你察觉出来。”楚风话音刚落，不远处的天空便是一阵扭曲，一位独腿老者的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正笑呵呵地看着楚风：“你是何人？为何要跟踪于我？”看到眼前这位之后，楚风不由眉头微皱，因为他之前也无法确定是不是有人在他周围，只是感觉到了一丝波动，很不对劲，但并根本无法确定那是一个人。刚刚的呼喊不过是试探，却万万也想不到真的试探出一个人来。所以说，这位老者的出现，着实将楚风吓了一跳。再加上眼前的老者不但身穿四海书院导师的服装，更是有着深不可测的修为，而楚风刚刚就杀了2名四海书院的弟子，这简直就是要大难临头的节奏啊！你不用害怕，我虽是四海书院的人，但绝不会因为这么2个无用的弟子而治你的罪。相反，我和你一样，觉得这种弟子该杀。这位独腿老者似是知道楚风担心什么，赶忙笑着解释：“你究竟是何人？跟随我而来，有何目的？”楚风只能确定这位实力很强，但却无法确定他是敌是友，所以对其很是戒备。老夫名为太寇，乃是四海书院的一位天字导师，来此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觉得你是个人才，希望你能拜入我的门下，我会对你大力培养。这太寇倒也干脆，竟直接开门见山：“什么？您是天字号导师，想收我为弟子？
然而老者此话一出，楚风却是吓了一跳，对方的实力的确能够胜任天字号导师，甚至比那些楚风见过的天字号导师还要强得多。所以当对方说出姓名身份之际，楚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眼前这位老者很可能就是天字10岛之中最古怪最强大的一位。可是那位明明从来不收弟子，而自己又明明没有拜入四海书院的弟子，他竟然跑过来说要收自己为弟子，这究竟是闹哪样？着实让楚风有些无语，甚至发懵。我太后说话向来直接，不知楚风小友你可愿意？太后微笑道。而这一刻楚风更是感到不安，对方竟知道自己的名字，似乎调查过自己，可是楚风还是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收自己为弟子。先不管这是真是假，还是别有意图，但是楚风却根本不打算拜入四海书院。于是楚风双手抱拳，客气地说道：太后前辈能够看中我楚风，这是楚风的荣幸。不过楚风并没有拜入四海书院，这样做了您的弟子似乎不太妥吧？放心，只要你肯拜入我的门下，你自然就是我四海书院的弟子。什么考核之类的规矩，那不过是对那些平庸之人的限制，对你不需要。太后摆了摆手，对楚风的态度倒很是友好，但是楚风是真不打算加入四海书院，所以只能摇了摇头，说道：太后前辈，实在抱歉，楚风真的不想加入四海书院。听得楚风此话，太后剑眉倒竖，明显有些不悦，但是那种不悦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释然地叹了口气，说道：想拜我门下的，我看不上，而我看上的又看不上我，此乃命也，罢了，认了。在说话之间，太后竟然身形一转，消失不见。不过与此同时，一道传音却是映入楚风耳中：楚风小友，今日之事，老夫就当没有看到过。不过日后在这东方海域，若是有人敢欺负你，大可报上我太后的大名。若有朝一日你想拜入我的门下，我太后这里随时欢迎。多谢太后前辈。楚风赶忙施礼道谢，但却没有收到太后的任何回应。在此处待了片刻，楚风集中精神力观察四周，却感应不到任何变化，所以他断定那太后是真的走了。这位导师还真如传言一般，古怪至极。对于这太后，楚风颇感无语，但却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虽说太后的性格怪异是怪异了一些，但至少像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但是经历过此事之后，楚风也是变得更加谨慎。他将当初在百变老人那里夺来的百变面具戴在脸上，幻化成了一个面容普通的中年大汉模样。楚风决定日后就以这个模样示人，这样一来，就算闯下大祸，也不会影响到本人，更不会牵连江无伤和张天翼等人。并且楚风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无情。至于原因也很简单，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达成，楚风要做一个无情之人。在改头换面之后，楚风便给自己定下了第一个目的地，那便是鸳鸯台。鸳鸯台中有一个秋水福烟，这秋水福烟是焚天圣教的圣女，也是皇甫皓月的旧情人，所以楚风觉得当初皇甫皓月尚存理智之时，应该会和秋水福烟说过一些什么，所以秋水福烟应该是除了皇甫皓月外唯一有可能知道他身世的人。只不过东方海域面积辽阔，要想到达鸳鸯台，可要花费不少时间。在此之前，楚风需要提升修为，所以他便先找到了一个隐秘地点，准备将那岩浆之子炼化。楚风不如把那申屠江在拍卖会上得来的骑兵扇子拿出来看看，也许会有所发现。可是楚风刚刚找到隐秘之所，还未开始炼化，淡淡便开口了：那把扇子之上的确有一个图案，不过那图案有些模糊，根本无法确定上面刻画的是什么，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一张地图。楚风说道：笨蛋，对于常人来说的确很难判断，但是你却不同，别忘了你是修炼过天眼的人，对于掌握天眼的人来说，对于这种东西一眼就能看穿。虽然你还没有彻底掌握天眼，但毕竟你是修炼过这么长时间，那扇子上的图案刚好能试验一下你的修炼成果。无论它是真是假，只要你能够分辨出来，那说明你对天眼已是初步掌握。若是遇到藏有奇物的地方，应该也能看出一二了。淡淡说道：对啊，我怎么忘了，我修炼的天眼是能够看到常人所不能重组残缺之物的。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则是恍然大悟，二话不说，赶忙将那把骑兵扇子取了出来。楚风将骑兵扇子打开，近距离之下，发现在扇子之上还真刻着一个图案。这图案有几条线路还算清晰，但是大多线路却是模糊不清的。在常人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没用的图案，但是楚风这仔细一看，却是不由眼前一亮，因为他下意识的便觉得这个图案有端倪。于是楚风赶忙调转体内的精神力，将其汇集于双眼的各自一点。当精神力凝聚完成，楚风的目光顿时大变，一种特殊的力量蕴含在其中，总之凌厉的有些吓人。而这种特殊的变化，正是楚风动用了天眼。楚风如今对天眼的力量，不过刚刚掌握，准确来说只能算是半个入门，所以他还无法控制天眼的力量。若是催动起来，便会立刻让自己的目光变得凌厉无比。不过若是日后楚风将天眼掌控的娴熟，便可隐去这种凌厉，能在无形之中看穿一切，非常厉害。而最为神奇的是，在楚风动用天眼再度看向那骑兵扇子的图案之际，发现那图案竟然开始变化，许多模糊的线路开始变得清晰，最终本是极其模糊的图案，在楚风的天眼之下变成了一个半成品的地图。而这个地图的确是一个藏宝图，因为在那地图的中心写着4个大字，那便是琳琅仙山。琳琅集天地精华而形成之生物，因为具备独有的灵智和身躯，所以被称为灵物。天地灵物若是修成，将惊动天地，蕴含无上神威。楚风若是这地图记载是真，那你定能够寻得一处了不得的宝藏，因为天地灵物的灵识
可绝对是大补。只是看得琳琅仙山4字，蛋蛋便激动地惊呼起来。你说的没错，不过可惜我天眼的功力不够，只能大概的寻得那琳琅仙山的位置，而琳琅仙山内部的路线却无法复原，恐怕想找到这灵穴和灵脉，就绝非是简单之事。何况我更无法确定这浮屠的真伪。楚风略感遗憾地叹息一声。经过这段时间对寻脉之法的钻研，楚风已是大概了解了潜藏于天地间的宝藏种类，一种是藏类，也就是强大的修武者死后所葬之地，亦或者是强大的修武者所建造的遗迹，这种多数是人为；另一种就是集结天地精华形成的天地奇物。不过这天地奇物也是分为很多种类，一种是异物，比如集结天地精华形成的花草树木，或者是千奇百怪的石头，或者更为古怪的东西。这种东西虽然蕴藏强大力量，甚至富有灵智和行动能力，但本体终究与人类或是兽类不同，所以被称为异物。而除了异物之外，还有一种便是灵物。灵物也同样是集结天地精华而生，只不过在它们大成之后，不但得到属于自己的灵智和力量，更是拥有或人或兽的身体。这种灵物型的天地奇物成型往往比异物更久，但是若是成型之后，却也更为厉害，有的可能直接归隐山林，有的也可能祸乱一方。但不可置疑的是，它们的强大。而根据地图所示，这所谓的琳琅仙山，显然就是一只天地灵物凝聚之地。这种灵物在它凝聚之时，会以山川大地为身体，而自己的灵石便藏于其中。根据灵石越来越强的变化，山川大地的外貌也会更加清晰。待其灵石大成之时，那山川地貌便会与其灵石合体，到时庞大的山脉亦或特殊的山林，都将成为它的真实肉身，巨大无比，蕴含无上神威。楚风在寻脉之法的一句口诀之中悟得，曾经有一只天地灵物大成之后，身躯乃是一座辽阔的大陆。由此可见天地灵物的强大之处。而在发现天地灵物之时，楚风要做的就是在那特殊的土地之中寻得灵石，因为灵石是大补之物，也是天地灵物的根本所在，对修武者来说将有无尽的功效。不过灵石绝非那么好寻得的，首先要找到入口，也就是灵穴，其次要找到道路，也就是灵脉。但是哪怕寻得灵穴，也找到灵脉，但若想得到灵石，也是需要花费不小的心思和代价。这个地图的确记载了一个天地灵物的藏身之所，应该也记载了灵穴、灵脉的位置，但是奈何以楚风如今的天眼，却根本无法恢复灵穴和灵脉的线路，这也就无限的加大了寻找那灵石的难度。不过这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怕是楚风恢复了这地图的一大部分，但是却也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要怪只能怪你这家伙的天眼修炼的不到家，若是修炼到家的话，岂会看不出这图的真假？反正决定权在你，去或不去，你自己决定吧。本女王绝不干涉。淡淡以开玩笑的语气挖苦道：其实我还真不打算去，毕竟你也知道，我对寻脉之法的掌握的确还很弱。不过按照地图所示，这所谓的琳琅仙山距离这里还真不远，如此距离之下，倒是值得一去。反正不管真假，见到那真正的琳琅仙山，我应该就可以看出了。楚风笑着说道：天地灵物非同小可，虽然成型时间很久，短则数万年，长则千万年，但是哪怕是只有几千年或是几百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灵石，也是有着非常了不得的功效。何况看这把骑兵应该有些年头，若是这地图是真的，那说明这琳琅仙山所凝聚的天地灵物时间也应该不会太短。所以楚风自然不愿意放弃，想去就想去呗，哪来这么多借口？不过去之前还是先提升下你的实力吧。淡淡俏皮的撇了撇嘴，对楚风很是了解的他很是清楚，其实别说距离很近，就算距离很远，但以楚风的性格，也定然会去一探究竟的，是时候品尝一下这岩浆之子的滋味了。楚风一笑，收好手中的骑兵宝扇之后，便将那岩浆之子取了出来。看着手中的岩浆之子，楚风满面的期待，这东西很了不得。说其是天地异物也不对，说其是天地灵物也不对，因为天地异物本体非人形，更没有肉身。准确的来说，天地异物就是没有肉身的灵石。至于天地灵物，也是需要大成之后，才能以山川大地之体为身躯，才具备了自己的肉身。所以可以说，天地灵物是可以结合山川大地的灵石。可是这岩浆之子本体就是人类的形态，这个模样简直与人类的婴儿一模一样，并且蕴含的天地能量也非常可怕。所以楚风已然断定，这岩浆之子应该是天地奇物的另一种类，也是最为强大和可怕的种类。天地神物，天地神物天生就注定要强于天地异物和天地灵物。不过天地神物却往往是人们所惧怕，但却不敢侵犯的存在。它们无论成型也好，还是未成型也罢，所蕴含的天地能量都太过狂暴，根本无法为修武者所用。敢炼化其者，绝对是自寻死路。所以天地神物虽强，但实际上对修武者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一种让人忌惮的可怕存在罢了。但是对于楚风来说，这天地神物可绝对是大补中的大补。远了不说，就说此刻楚风手中的这岩浆之子，对楚风的修为就将有着很好的提升。就让我来感受一下你的滋味吧。楚风在做完妥当的准备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炼化这岩浆之子。对于他的炼化有些特殊，因为体积原因，楚风不能直接口服，所以要先以结界阵将其束缚，自己再进入结界阵中，以结界的力量，再借用吞噬本源的手段，一点一点的炼化。当一缕淡到甚至无形的气体自岩浆之子的体内吸收而出，进入自己的身体之内，楚风便深切地感觉到了那力量的狂暴。只是一缕气息已是如此，楚风完全能够想象这岩浆之子的本身
有多狂暴？不过楚风体内的神雷也不是开玩笑的，别管是多么狂暴的力量，只要进入楚风的体内，便会直接被丹田内的神雷吞噬，连个残渣都不剩。而随着楚风成功将那缕气息炼化，这道炼化结界阵也是成功运转，一层又一层强大的气体开始不断自岩浆之子的体内溢出，进入楚风的体内，被楚风所吸收炼化。到得最后，岩浆之子的身体开始分裂，那淡淡的气体开始化为了火红色的气体。岩浆之子的力量越来越狂暴，但是对楚风来说却是照收不误。就这样，这个可怕的存在，不可能毁灭的天地神物，就这样被楚风彻底炼化。当将岩浆之子彻底炼化之际，楚风的气息已是从天武三重突破到了天武五重。虽然之前已有所预料，但是当真的踏入天武五重之后，楚风还是狂喜不已，兴奋的脸上都笑开了花。因为凭借自己神雷的力量，楚风的真实修为实际上相当于天武八重。天武八重加上楚风的特殊手段，天武九重者也不在话下。可以说，如今楚风的修为，天武境内几乎无敌。这样的修为，虽然在东方海域只算一般般，但却大大增添了楚风保命的本钱。毕竟楚风才突破到天武境没多久，但这么快就距离武君境如此之近，这可都是完全靠着各种天地奇物和修炼资源的帮助。所以楚风已是越发的意识到了自己神雷的强大。只要有着强大的修炼资源，楚风将不愁无法突破。再强的境界，楚风都完全可以踏入。哈哈，好舒服呀！竟然真的是天地神物，虽然不过是刚刚成型，不过只有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天地神物毕竟是天地神物，天地神物的本源果然是大补呀！而就在楚风喜悦之际，淡淡竟也是欢呼起来。原来天地神物蕴含本源，在楚风炼化这岩浆之子之时，其中的本源也被淡淡吞噬。淡淡如今的修为已是从天武二重提升到了天武六重，竟比楚风还高一重。你这丫头竟然得到了比我还大的收获！楚风也是发现了这一变化，吃惊之余也是替淡淡感到高兴，因为淡淡很强，掌握的独特力量非常可怕。别看淡淡是天武六重，但论淡淡的真实战力，就算天武九重者也不是他的对手。而淡淡本就是楚风最强力的助手，如今这个助手再度变强，楚风自然高兴的不得了。这岩浆之子真的是天地神物，不然不可能蕴藏本源，并且他凝聚的时间很短，应该只有几年而已，并非是他离开地底而死，而应该是他离开地底世界之前便没有生机。他凝聚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成就了婴儿的形态，但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生命。如若不然，以我得到的收获会更大。天地神物毕竟是天地神物，哪怕只有几年，也有如此功效。若是凝聚了数万年的天地精元，那将会何等大补啊！哈哈，淡淡真的是兴奋了。那停滞不前的修为终于有所突破，这个丫头真的是美坏了。是啊，只是凝聚几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生命，已是尚可如此。若是凝聚了数万年，那将会怎样呢？实际上，楚风也同样兴奋不已。见识过这天地神物的力量后，楚风也更加希望那天地灵物是真的。虽说天地灵物远远比不上天地神物，但是若凝聚的时间久远，那对楚风来说也将有着巨大的功效。于是，在楚风与淡淡双双突破之后，便迫不及待的启程，根据地图所示，前往了那所谓的琳琅仙山。可是楚风毕竟初到东方海域，人生地不熟的，一路打探，更是没人知道琳琅仙山为何物。不过好在楚风是界灵师，有地图在手，自己也可寻得一二。最终楚风还是寻得了琳琅仙山的位置。但是这地图上标注的琳琅仙山，在这本地人的眼中，可不叫做琳琅仙山，而叫做狼牙山。根据本地人的介绍，这狼牙山本是一座无名山，大概在1000年之前突然拔地而起。不过在岁月的变迁之中，其中的几座山峰却不断变化，最终变得如同狼牙一般尖锐，所以被叫做狼牙山。而来到狼牙山外，站在地上一眼望去，果然如当地人所述一般，狼牙山的几座最高山峰宛如狼牙一般，很是奇特，甚至诡异。这山脉不简单，看来地图多半是真的。只看到那几个狼牙一般的山峰，楚风便判断出这狼牙山很特殊。而为了更好的观察此山，楚风便腾空而起，直到离地数万米，能够一眼将整座狼牙山揽入眼中后，才算停止。当楚风动用天眼，目光下望，将狼烟山一览无余之际，本平静的面容顿时一变。因为凭借天眼的力量，楚风发现这狼牙山的总体形态可不只是那么几颗狼牙，除了狼牙外，还有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是一个巨狼的身躯。这里的的确确是一个天地灵物的凝聚之地，并且按照楚风的推测，这只天地灵物若是凝聚大成，将非同小可，乃是非常可怕的存在。不过如今这天地灵物凝聚成型的肉身只有那么几颗狼牙而已，但就算如此，至少说明这天地灵物已凝聚了至少1000年的时间。这其中的灵石若是还在，相信也定然凝聚了不弱的灵力。楚风站在天际向下观望，仔细观察良久，但却无法寻得灵穴所在，就更别提找到灵脉和灵石的位置了。无奈之下，楚风只好飞身而下，开始在这浩瀚的狼牙山脉搜寻起来，想要来一个地毯式的搜寻，以此来寻得灵穴的入口。可是就当楚风自连绵大山的东部来到连绵大山的中部之际，却听见阵阵刺耳的轰鸣不断响起。靠近观望，楚风发现那竟是一只妖兽与一个人类进行争斗。那妖兽高达20米，长达几十米，往那一站就跟一座小山一样，长得像是一只穿山甲，浑身上下满是坚不可摧的铠甲。最主要的是，它竟有着天武7重的修为。此只妖兽绝对非同小可，它每踏一步，方圆百里都会剧烈抖动，四周的树木早被硬生生地震得断裂倒塌。他手中的巨锤更是凶狠无比，每轮动一下，
都会掀起一阵狂暴的飓风，砸落下更是会造成一座深坑，下方的山脉早已被他砸得千疮百孔，不堪入目。而与他交手的人类也不简单，同样是天武七重，并且还是一名女子。这女子年过中年，应该30出头，但是却风韵犹在。最主要是她的修为，能在这个年纪踏入天武七重已是非常了得。毕竟在九州大陆，能踏入天武七重者屈指可数，并且无一不是年迈的老者。此名女子如此年纪便可踏入这种层次，说明的不只是她的强大，而是说明东方海域的修武者的确远非九州大陆之人可比。妖兽与女子交战在一处，不断掀起恐怖的涟漪。但是楚风却是看出女子早已不敌，此刻他正想要逃出妖兽的攻击范围，但却牢牢地被妖兽锁住，没有任何机会。这妖兽不对劲，似是失去了灵智。楚风以敏锐的精神力查探，发现那妖兽嗜血成性，怒吼连连。但任凭女子一再询问为何对他动手，可妖兽却根本不予回答，而是不断地对女子发出致命的攻击。这说明这妖兽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出了什么问题。并且楚风在这山脉也游走了一大圈，发现这里的妖兽虽然有着不少，但是在天武境的却并不多。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只如此强大的妖兽呢？这其中疑点重重，定是有着什么缘由。不过可惜事不关己，己不操心。楚风还没有蛋疼到闲着没事去管别人的生死。如果眼前换做一个实力差距悬殊，或是修武者欺负平民百姓，楚风一定会插手。但是眼下是两位实力相近的存在交手，他们之间或许有误会，或许有恩怨，也或许有着别的原因。可是楚风却不想管，因为在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争斗太多，杀戮太多。楚风若见到这种事情就管，那他根本管不起，也管不过来。不对，还有其他人。可是就当楚风离开没有多远，却发现在不远处的一片山林之中，居然藏着2个人。这是一男一女2个老者，修为也都是不弱，竟全部在天武8重，比那女子还要强悍。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应该是与那女子一伙的。只不过此刻的他们不但没有插手那女子与妖兽的战斗，反而是一副坐山观虎斗的看戏模样。这样的变化可引起了楚风的注意。好奇心的催使下，楚风便隐藏踪迹，缓缓靠近。与此同时，开始集中精神力去偷听2人的谈话。老头子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小姐被这妖兽杀害，咱们是不是太过黑心了一些？毕竟这么多年来，老爷对咱们不错。老太婆注视着远处的一幕，脸上有些于心不忍。难道你以为我愿意吗？可是如今咱家的臭小子被囚禁在马家，咱们若不按马家的吩咐除掉大小姐，那死掉的可就是咱家那个臭小子。你是希望大小姐死，还是那臭小子死？老头子低声训道。那该死的臭小子真是给我们惹祸，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咱们2口子的老脸可往哪里搁呀？听得此话，老太太开始咒骂，但却没有再提过放过大小姐的事情，可见她已经有了决断。咱那臭小子是不争气，但要怪也只能怪大小姐太过较真。李家与马家早就联合，各自持有开启那宝藏的钥匙，如今时机成熟，直接与马家联合开启不就好了？可是大小姐就是死活不同意，从中百般阻挠，并且还高价招兵买马寻找心腹，这显然是要壮大李家势力，想要独自开启宝藏。他这样的举动，马家自然不会高兴，想办法除掉大小姐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这乃是大小姐自己在作死啊！换句话说，大小姐这样下去，迟早会让李家与马家发生大战，那样的话会殃及很多无辜之人。咱们如今的行为可以说是在帮李家，在拯救李家，没有什么好自责的。老头字正腔圆，竟将自己的卖主之举说得如此大义凛然。宝藏！然而听得此话，楚风却是眼前一亮。这狼牙山有宝藏，会是什么宝藏？楚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藏在这狼牙山内的天地生物。莫非天地生物已经被人发现了？看来今日的闲事是不能不管了。这一刻，楚风身形一转，便向那女子与妖兽的战圈飞掠而去。今日之事很可能关系天地生物，关系到这狼烟山内的灵石。就算与灵石无关，但既然有宝藏，楚风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他也是决定插手此事。你我无冤无仇，为何如此咄咄相逼，非要置我于死地？此时此刻，女子已是精疲力尽，彻底被那妖兽所压制。她不断质问妖兽，但奈何妖兽回以的只有刺耳的怒吼以及磅礴的杀意。而就在这时，又是一声怒吼响起，那妖兽手中的大锤已是再度对他砸下。这一刻，女子下意识的便要闪躲，但是奈何自己的天力早已消耗殆尽，速度已是跟不上自己的意识，这一击根本无法躲避。不要！面对那正面落下的大锤，哪怕女子修为再高，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因为那大锤不仅巨大，并且蕴含恐怖威压，若是她被砸中，定会被硬生生的砸成血肉模糊的肉饼，这是她万万也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时候了，但是这女子却不知道，待她面临生死关头之际，一个人却一直躲在暗处观望，等待着这个时机的到来。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从那一对老夫妇的口中已是大概得知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既然选择救女子，自然要选择最危急的时候出手，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让女子更加记住他的恩情。时机已到，楚风自然不会留手，只见其身形一纵，便如同一条蛟龙般飞掠而出。与此同时，眼中雷芒闪烁，气息已经提升到了天武8重。楚风从天而降，直接挡在了女子的身前，随后只见其单手握拳，对着那迎面而来的大锤便是一拳轰出，天力涌动，那个可怕的巨锤竟被楚风轰成了粉碎。与此同时，那只妖兽惨嚎一声，被楚风的余威震得连连后退。一击得逞，楚风再度出击，磅礴的天武8重威压散发而出，化作无形的大网，
将那只妖兽笼罩在了其中。楚风的威压实在太强，强大到天武9重者也是远远不如。在楚风的这股威压下，那只有天武7重的妖兽便如同被猫吓到了的老鼠一般，开始惊叫连连，四处逃窜。但是楚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意念微微转动，威压的力度便顿时加强，不断的压迫着那只妖兽，穿过肉体，直至灵魂。而在其如此恐怖的威压之下，那妖兽竟然目光一闪，从疯狂的挣扎变成动作迟缓，就连身体也是开始缩小，从一座小山大小化作了一只老虎大小，到了最后竟然乖乖的趴在了地上，萎靡下来。此时此刻，这只妖兽哪里还有先前的威势，就如同一个胆怯不已的妖兽崽子一般，趴在楚风的身前一动不敢动。楚风只是一念间便将这只妖兽彻底制服。见到这样一幕，那女子可就吃惊不已。她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万万也想不到，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并且还以如此强大的手段将这狂暴的妖兽制服。而就在楚风刚刚将妖兽制服之际，两道身影却是自远处暴掠而出。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老夫妇。大胆狂徒，竟敢伤害我家小姐！这对夫妇万万也想不到会半路杀出一人。但不管怎么说，楚风显然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所以他们这一出现便发动了奇袭，是想置楚风于死地。虽然这对老夫妇实力也是天武8重，但是在楚风眼中，他们却根本不堪一击，所以楚风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只是冷哼一声，大袖一挥，一层天力便散发而出。这天力看似柔和，却暗藏强横威力。这对老夫妇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被楚风轰出数百米之远，才稳住身形，险些受到重创。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这是楚风留手的结果。若不是楚风留手，楚风刚刚就完全可以轻易的将二人击杀。然而这对夫妇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是自己大意，所以被楚风击退后，不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暴喝一声，体内蓄力，想要对楚风发动更强的攻势。煞说：“毕神，不要动他，刚刚是他救了我，他是我的恩人。”而就在这时，那位中年女子突然开口了。而听得此话，那对老夫妇不由一愣，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此刻却也不好再度出手，只好赶忙来到那女子面前，装作担心和自责的说道：“小姐，您没事吧？都怪我们，不应该将你自己留在此处的。多亏了这位恩公出手相救，否则还真是生死难料。”女子看了二人一眼，目光中倒也没有什么埋怨，反而是走到楚风身前。她先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那先前还要杀自己，但此刻却乖乖趴在地上的妖兽后，这才对楚风施以一礼，很是感激的说道：“小女子李婵，多谢这位恩公出手相救。不知恩公尊姓大名？”无情楚风并未正眼看那女子，只是俯下身来抚摸着那只妖兽。尽管这只妖兽此刻已被楚风的威压彻底压制，乖巧的如同一只绵羊，但是楚风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杀气。所以楚风抚摸妖兽，实际上是在将自己的精神力灌入妖兽体内，来查探妖兽的问题所在。而此刻已是有了答案，这只妖兽被威慑了特殊的药物，所以才会失去理智，嗜血成性。原来恩公叫无情，这名字倒很是特别。不过刚刚多亏恩公肯出手相救，否则我可能就要命休于此。若是方便，还想邀您到我李府小歇一番，以报救命之恩。李婵并没有因为楚风的冷漠而有所不爽，反而始终是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看着楚风。见李婵态度良好，楚风才转过身来，再度的打量了一下李婵，发现这李婵虽然年已中年，但面容却保养得很好，身材也是相当不错，不但性感，反而韵味十足。若不是楚风凭借精神力分辨出她的年龄，单看外表还真看不出她是一个中年女子。不得不说，凭借李婵这成熟之韵味十足的性感美，着实能迷倒不少男子。但是可惜，她不是楚风的菜。事实上，如今能够入得了楚风法眼的女子实在太少，又何况是一个年过中年的女子。所以楚风只是简单的打量了一下李婵，便开口问道：“报恩就不必了，我并非救你，只是发现这妖兽古怪，我怕他杀了你后再去猎杀他人，杀了修武者也就算了，若是平民百姓被他祸害，那就未免太无辜了。”